那这个位置要注意一下，这个手指的体积怎么出来？必须得有基本朝向面，这得有指尖的这个面，然后这个侧面，尤其是侧面和前面的分界，可以主动的给它一个明确的分界，这样的话它体积就会更强，体积就会更清楚。然后这个位置缺少朝底下的面，所以说手掌这里的体积感就没了。然后还有注意这个地方的厚度，你看这个朝向的面一加，手掌的厚度它体积就出来了。主要在这一步上，注意它各个朝向的面，尤其是它往侧面转的这个面，往下面转的这个面，转过去的这个面。我来看，就这样最明显的就是上臂啊和肩头啊有点割裂，都不像一个整体，它是分开的。尤其是在这里，直接就掐进去了一个窝，就把两块硬生生的给分开了。要注意整体，就算有这种明显的造型上的低压，那也要考虑怎样让它看着是整体的。先整体，再把它这个各个形该分的分开。不能上来就把它当成两块形来画，画成这样的，那不就分开了吗？这个地方这么处理，前臂和手啊画的有点碎，画这个地方呢还是要概括，这样体积它不就出来了吗？必须得搞清楚什么重要，优先考虑什么，而不是看到什么就抄什么，那不就细碎了吗？包括这个手掌，应该画什么？应该先去建立它的体积。你呢？你是勾了个轮廓，就去画里边的基线了，要先画它的体积，那些不重要的不画都可以。手指呢也概括一点，挨得近的就给它概括到一起，不要分开一根一根的去看，一根一根的去画呢也不容易画整体。要画也是先有体积了，再轻轻的给上一点点，位置和角度呀都得画对，这样才合适呢，要不然就不用去画它。就是胳膊呢稍微画粗了一些，没有这个人瘦这个形的问题，然后这个肩三角肌看起来稍微的短了一点，这画到这儿的话，它的结束点大概在上臂的中间，在照片中看起来大概是在这儿。骨骼这个肱骨头还可以再离这个肩峰近一点，它之间没有那么远，像照片里面这个地方感觉是顶起来的。然后肌肉这个从这个地方出来旋前圆肌，这一块画没了。还有这个桡骨，要把桡骨概括一点，桡骨的远端概括成这样的一个形状，有窄的面，也有宽的面。那么宽的这一面对应的就是手背，另一侧宽的面对应的是手掌，然后窄的这一面对应的就是手掌的侧面，另外的侧面。你现在画的这个是好像是最宽的这个面，但实际上我们看到照片，它这个角度呢看上去是这样的一个角度，这边是侧面，这边是背面，背面看到它比较窄，因为它有个角度，这里是拇指，这个体积的关系没画清楚，所以这个骨骼的角度没有画清楚，体块没有画清楚。我们看这张，基本上还好，就是这个地方有点太重了，这地方一重的话就显得这块薄了，因为它下去的坡度比较大，实际上呢它只有微微的一个小坡，这里就感觉有厚度。如果这个坡度下去太多了，那这个不就平了吗？还有这个地方也平了，顺着外轮廓往形体的内部逐渐变浅，画一些线，画一些调子，
它就有厚度了，它就不会那么薄。然后是这个骨骼，肩胛骨有点大了。你看照片，这个位置看上去呢像是它的接缝，然后肩胛冈斜过来，肩胛上角、肩胛下角，肱骨、肱骨头。它这个肱骨啊，看上去大概是这个样子。肱骨头这个球的这个角度，它应该是朝这边的。这个是大结节和小结节，也是一个膨大的造型。这个角度看上去，这个肱骨应该是这样啊，这个画的朝上了。还有这个桡骨，桡骨的角度不对，要把桡骨呢画的偏方一点，才好去画出来它这个角度朝向这个体积。然后解剖了这个冈下肌和大圆肌这两块画一样大了是不？要注意这几块的大小比例。